大家好，我是 FCGRJ。那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篝火蛇眼哦。那篝火这张卡片在加入 MD 之后，蛇眼迎来的是一波超级大的强化哦。那原本照我的个性，这部片应该是不拍的啦，因为我自己觉得有加篝火跟没加篝火，说实话区别不是很大，嘿。但也还是一直有观众在问，所以这边就简单的讲一下加入篝火之后有什么区别啦。那首先，篝火这张卡片必满3，不管怎样必满3，就这个卡片就是真元，所以它就是放3，就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对，那基本上它就是3。那篝火进来之后，最多人最大的问题是，那现在篝火进来了，该组什么型？好，那我自己觉得，首先你要组连结的，你要组同步的，或者你要组插地的，说实话，真的都可以。那3种的话，我其实自己大概都试组了一套这样啊。那首先我们看到纯的就是连结轴的蛇眼，那这里我是选择带了这个黑魔女的陷阱啦，然后还有双魂。那为什么要带这个黑魔女陷阱？其实主要是想要拉一下上限啦，因为你纯的连接周如果不带插地的话，其实有时候上限不一定够赢，因为你的终端其实就是抽马抽2，然后加上你手上的手坑，然后跟场上 IP 跟目的救击。其实如果你不是跨越对面的手坑去把场子打完的话，那对面手上通常会握一些比较大牌，像3战之类的。那这时候其实很容易被翻盘，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可以带一张陷阱，然后去拉上线的话，其实还不错。那双魂的话，我觉得这一版如果你是走纯的蛇眼的话，其实还蛮可以考虑带的，因为就这张卡片，首先它可以把黑魔女对到墓地，那你之后可以透过魔王或书生之类的，这样是多一种展开的方式，然后再来是。双魂这个卡片，它可以把多的魔线抽掉。那你可以把你贴在后台多的 cost 抽掉，或是你把手上重复的篝火啊，或是没有用的魔线抽掉之类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双魂这张卡片放还不错。然后它还有一个功用，就是你现在按0死，你如果原本够组的话，其实没有怪抓，就是它被战效破啊，没有怪抓。那其实现在按0死进场很容易被救击炸掉。那这时候双魂，如果你按0死被炸掉，你有一个双魂的话，那有时候你场上多一个补点，就有机会继续做招啦。那就这3点的话，我觉得双魂是算是值得带一张的卡片。那多了也不好，因为这张卡片其实复数上手你也完全不想看到的，所以它就是一张锦上添花的卡片，那可以带一张。那这个卡位的话，其实除了双魂以外，你也可以考虑带像是天童啊，或是第2张3战这些卡片，或第2张陨石，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你可以在看环境去做选择啦。我自己觉得天童这版在纯蛇眼里面其实也不错，有时候内战跳下来，其实多这个点就直接赢了。那这个卡片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啦，就。有时候你这个跳了，你也打不死，而且对手救机可能还没开呢，对手场又有鼹鼠新怪兽，那这张卡片就没有什么用。但有时候你跳就是直接把它全场解放掉，然后跳下来直接打死这样。所以就这卡片的话，我自己觉得它也是属于就是最后那一格，就第40格或41格之类的卡片。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带。那我这版自己也是带着玩了蛮多场，那最后是觉得。比起其他卡位来说的话，会更倾向带其他卡片，所以就把它舍弃掉了。但不是它没有用，我自己觉得它必要性没有其他卡片来的高啦。那随着篝火的加入我自己觉得现在蛇眼你不管是哪一个轴，这个小紫几乎是必带的，就是当你下蓝然后抓粉之后，就是你的篝火可能就要用来找这个小紫，因为就这张卡片就是帮你消耗掉篝火啊，然后同时也是一个还不错的补点，所以主要是1效果可以特招，那2效果在对手回合2速解放的话比较少用到，但也是有它的作用在，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版的话，为了消耗那个篝火，就是多的篝火的话，这个小紫几乎可以说是必带的啦，所以大家就记得把这张卡片投入够足。看完连结之后的话，我们再来看差地利哦。差地利走的话，其实这版就是直接把3张篝火加进去就可以了。我自己觉得卡位是有点压不太下去的，就是
这牌组可能42、43，几乎说是一定要的。就小紫是必带的，然后剩下这些卡片你要拔的话，就只能拔系统外，像是陨石啊、三战啊、校分啊、泡影啊这种的。那我自己体感下来的话，校分这一版其实没有来的那么好用，就是因为对手如果假设他差地利加蛇眼开局，那你的校分不缴差地利有时候也不太好用。那就算你交了小蓝，它有时候也是会有篝火补点，所以就无效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在这一版还是蛮容易被贯通的。所以如果要拔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压一张校分，就变42这样。那差地利走的话，其实跟上版的都是差不多啦，就是卡位有点压不太下去。那你要硬压的话，就狼啊，然后校分啊，然后三战啊，或是陨石，就这些卡片其实都可以考虑拔，就看你环境上遇到的对手这样。OK， 好，那随着这个就是篝火的加入，我自己觉得同步轴触发率也是变高了，所以如果你自己不喜欢连接轴终端，你也可以考虑加入同步轴。那同步轴的话，基本上就把深狼拔掉放喷气，然后剩下的这些卡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做选择。那额外的话，大概就是这15张。那独角兽你真的很想带的话，也可以换红光这样子。那大概就这样吧。我自己觉得同步轴也还行，但我还是连接轴玩的多一点，因为我觉得那个触发率还是有点微妙啦。比起黑魔女盖陷阱来说，这喷气还是比较不好触发的。那牌组讲解的部分大概就到这里哦。前面那些基础的话，就什么蛇眼的效果啊，那个你去看我上一支影片，我全部都讲过了。嘿，那我们具体效果就不再多讲。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带大家看实战片段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一场实战的片段啊。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起手是小粉、小紫、篝火、通气令跟泡影。好，那这手牌的话，你有很多个打法啦。那先讲一下，就是有一个打法千万不要打，就是抽牌阶段开空气令，然后进主阶先开篝火找小蓝下小蓝。就是这个打法的话，你等于把你手牌全部底牌全部亮出来了，就你好像会说哦，我要防那个锁鸟，但是问题是实际上这个环境锁鸟很少，而且你这样打的话，就是对手就知道你手上确实有一张黑魔女了。那他假设他有灰流的话，他也不会交在小蓝上。那原本你开篝火找小蓝下小蓝，他是有可能直接交灰流的。那你这边开通气就可以直接贯通他的手坑，但你如果亮了那个魔女，那等于说你的小蓝解放就必定吃灰，对，你就不会在前面吃到灰了。好，所以这个我常常看到天梯有人这样打，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就这个打法不要去做。就是假设你要抽牌阶段开通气令的话 ，OK， 那你第一动就一定要跳魔女。好，那我这边是选择第3种路径哦，就是先下炎灵，我想要把篝火跟通气令都当补点。那这个打法是比较保守一点啦，我觉得比较好的打法，可能你直接用篝火找小蓝也是 OK 的。好，那我们这边就直接下炎灵，然后找神殿，因为我们有通气令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调度得到原罪宝，那我们就不要再去找那个炎灵，就要找神殿了这样子，然后直接跳小紫，然后出 YP。那这里魔女解炎龙，然后 C1、C2。好，盖原罪宝。好，那这里对手没反应的话，我们就直接出神功了。那假设刚刚那边中陨石的话，我们原罪宝一样打得完哦。然后这里原罪宝开起来，然后跳小粉，小绿拉小粉，然后篝火捡小粉，小粉再跳下来，因为他这边加入手牌的效果还没触发，所以我们就直接开。那篝火的话，它一般的用处，首先你没有小蓝的话，大部分情况都直接找小蓝的。那如果你有小蓝的话，篝火我们就后开去找小粉或是找小紫这2个去做一个补点，这样。那一般状况都是找小粉，假设小粉发过了，我们篝火就找小紫，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篝火的用法啦，就很简单，其实跟以前的蛇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多一个小紫这样。好，那你这里就出救济，然后把炎龙拉回来贴 IP。那我们就快转一下，然后这里出凤凰。就最后一动出凤凰的意义是，凤凰在相互连接状态下是可以防战破的哦。就你这个神功是不会被战破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神功因为是用 IP 做的关系，所以不会被笑破。那这里对手喊进站阶，我是没有理他，因为其实我们有资源的状况下，他主要要再去过3档神功是很难的。那他可能以为他可以打掉我们神功，对他进站阶。那但这个神功其实是不会被打掉，因为它跟凤凰相互连接。好，那 IP 就送他吧。然后呢，组合对手同步龙鬼神，那也没事，反正我们后台有个炮影都无所谓的。这里我们用救济效果，直接把它token炸掉，然后龙鬼神发效果，我们就用神空康就行了。好，那一样救济爬起来会触发炎龙的遗言。这里就标准之前蛇眼会做的场子啊。神功的话就是前置神功，通常是你牌比较大的时候，你 link 值多的时候可以做。那像是小蓝加黑魔女也可以前置神功展开。对，那这边我们就快转一下，说实话，其实就差不多了这一把。这里对手用这骑龙弹神功就给他弹都无所谓的。在对手回合直接把炎龙拉出来哦，用小紫的2效果。好，那这里暗转我们就炮赢他就行。好，那这里对手这一回合反正是死定了，就选择投降。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把哦。那这一把的话，手上就没有篝火了。那我们第一动黑魔女，然后发效果，那盖这个通气令。那这里我没有选择盖陷阱的原因，是因为通气令的续航比较好啊。那我势必不可能下灰流去把它解掉摊那个陷阱的。我自己觉得这样打法风险太大了，就等于说你只能中大概1个手坑左右，因为你的魔指只能拿一指狙或陨石其中一个。那但你如果是解放黑魔女的话，就是你的原罪宝送黑魔女的话，那你灰可以去对狙，然后你的抹明可以去对陨石，所以这里我是不打算下灰流的，我们就直接用黑魔女的效果，所以这边我就选择盖这个通气令。那你要打最贪的话，其实这边可以盖陷阱哦。我记得这一场打的时候我是有带陷阱的。好，那这里就通气令，原罪宝出小蓝，然后减小粉，正常展开。好，然后小粉效果减蛇眼场地，好，那发蛇眼场地，那效果贴小绿。好，那这个蛇眼场地要贴什么？这个我在上一支影片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是贴炎龙的，嘿，但在这个手牌起手的状况下是应该要贴小绿的。就以往单小蓝展开，你们就继续贴炎龙没有关系。我觉得单小蓝你还是贴炎龙好一点，因为你中灰比较不痛，但这个展开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贴小绿了，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你这个蛇眼场地贴小绿的话，你墓地炎龙等一下可以白嫖。那这边就是小蓝解放小绿跳炎龙，然后这边直接出 IP。那一样，我们防陨石的话，就是把炎龙挂在后台。那 C1 炎龙效果 ，C2 小粉去把炎龙贴回来。跳小绿跟小蓝，然后因为小绿的登场效果也没发的关系，这边把小粉拉回来，然后这里直接出救济。那在黑魔女丢炎龙这个牌型的时候，你如果贴小绿，你墓地还会多一条龙，所以这个你后台的炎龙就不用动，完全不用动，就可以很好的防住陨石这样。然后中灰其实也还好，也不是很痛。就我手上还有补点，而且我有抹明，所以不怕灰。好，那这里一样救济复活炎龙，然后炎龙 TIP 就老 combo 了，大家可以去看上一支影片复习。然后一样日光狼，然后绿的变球，把绿的捡回来。那出抽码抽卡，那这里抽的不错，一个木子。好，那这里队友抽牌阶段一样发抽码效果，然后 C2 发通气令过一下牌组的那个魔女，就我们尽量压牌，让这个几率提高一点，抽到手坑的几率。那这里运气不错，抽个 G 就直接丢。嘿，好，那这里对手第一动闪电风暴，不要慌，炎龙效果把后台 IP 拉起来，然后魔子记得宣一宣哦。我这里直接宣3战，因为怕被3战翻盘，所以我们就直接宣3战哦。然后抹明没办法，木子没办法，就送他吧。那这里 IP 拉起来，其实就还是很能打。
这里队友就选择焦木子去插我的救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个10点插，就他其实也可以插炎龙，他如果要这10点插的话，那救济也可以等下来插就好。那炎龙我们就跳2个回来续航。那其实这边对手因为我用抹明把3战宣掉的关系，这个盘面它其实很不好清空哦。那这里都有翻6，差地理啊。他找了个雷击，但是可以连锁 IP 哦，因为 IP 出来怪兽不会被笑破关系，所以也不太怕这种大拆。我们就直接连锁出一个3200神功就可以了，反正手上续航都捏好了。好，那这边就加速一下，挑问把炎龙贴回来，然后这个天魔世界就直接挥，那对手选择投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把后手的、这把手还是2个无效加动点，实际上是还不错了。那这边就内战，对手跳黑魔女哦，我先交炮影，因为我不想要被3战做补点，但他手上的小蓝就没什么办法了。那这边连手消分，把这个小蓝挡掉，但对手还有篝火，这个就是篝火最强的地方哦。标准使用方法，下小蓝被挡，然后开篝火直接出小粉这样。好，那这里就被他打完了啦，就不太舒服，但也没什么办法。OK， 好，那这个真就是标准展开了，就是跳小绿，然后小绿接炎龙，然后再跳炎龙，然后炎龙效果把2个拉回来。我记得我有看一下，他似乎是不用把后台炎龙解掉了啦，因为他场值其实是有多的。就他这样打的话，其实动饮石有点危险啊。不过我也没有，所以没什么办法。好，那就是标准的抽马炎龙 IP， 然后加一个后台这样。这边队友抽马，我就连锁一下通缉令，捡个魔女。然后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准备阶段要拉这个 IP。这个 IP 基本上不会准备阶段拉的，因为会是这样子，第6张炮影惩罚。那这一把的话，是因为他这个准备阶段拉 IP 我才有机会的，不然这一把基本上是没救了。好，好，那这里就原罪宝解掉 cos 的小粉，然后捡小粉跳小粉，然后捡这个贴。然后这里先出火灵手，直接逼他救机。有他这个救机这件事一定要缴，不然我就把他救机拉起来了。那我们因为他还没通道的关系，我们火灵使可以捡小绿，很舒服。那他捡这些其实都没有用啊，我这回一定把他杀掉。然后先出个凤凰去踩后台哦，可以抽一张。那抽到没什么用啊，政治狙。那这里场地已经用不上了，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当 cos 的解掉。然后出粒子球，炎龙效果把 IP 推掉。这里要注意的点就是，你这个救机一定要把它卡在场上哦，这样它才不会丢你陨石。因为救机在场上有延次数的关系，是不能丢陨石的。好，那这里我们就出魔王后，然后出连马。连马因为只能炸3张的关系，所以打点好像是还不太够。那我们就是再出个救机把炎龙拉回来，这样打点就已经够了。我在演的时候我没有细算啦，所以我也不确定够不够，因为他那时候血其实只剩6000了。好，那这边我们连马就炸3张，然后这个往后推近战接，那全打就死了。好，其实这一把你们可以看到那个篝火的手坑贯通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哦。我手上2个无效还是拦不停他，对。但这把对手就是给机会了嘛，在主接以前拉了个 IP， 然后直接被我炮影无效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场后手的。
那这边手牌其实也不错啦，就大概2到3个动点，然后2个挡这样子，一个手坑，然后一个过场的。好，那对手第一动魔女效果盖牌啊，这里我是没有选择挡，就这里我觉得挡不挡都有说法，但我最近太常遇到对手先跳魔女，然后再下小蓝的，所以我这个校分就没有选择交啦。那这里对手下小蓝的话，就校分还是要交，对。好，那就这样子。他这边就打他比较基本的展开了，那就快转一下。就像大家前面看到的那样子，我觉得这一版校分就无效性，你一定要复数上手啊！你不复数上手的话，说实话被贯通的几率太高了，所以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打纯的压40还不错的原因啦，就追求那个手坑的上手率这样。好，那对手这边再度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啊，就是在抽街用炎龙直接把 IP 拉起来，我实在是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打，就没什么必要。因为3战你是肯定防不住的啊。好，那这边第一动直接神殿去贴炎龙哦，就假设他神殿拉炎龙的话，我们就跟着他对拉，因为他已经把炎龙的效果用掉了。好，那这里篝火没有直接找小蓝的原因，是因为我怕小蓝直接中无效了。就我这里是不太希望小蓝吃到无效的，因为其实小粉我要找的东西几乎已经拿上手了，就是场地已经有了，然后原罪宝魔女可以调度的关系，所以就我其实不太想要小蓝吃无效，所以我这边先用篝火找小粉拼看。好，那这里他跟我互拉哦，他拉个炎龙，我也拉炎龙。好，那他没有挡的话，我们就优先找原罪宝了。然后这里救济起跳，然后连锁 IP 的效果。这里的话，我还蛮期待他做一个神功的啦，因为我3战抢过来基本上就直接赢了。当然他这里选择的是独角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出冥神，一般这边应该是会出冥神比较强一点。好，那他这里出救济。那这边救济飞回来的话，我们就确定不会抽。就是不会中陨石哦，然后独角兽选择吹场地，这个也没什么必要啊，因为场地我3效果已经用过了，所以它剩加工的那个效果，它吹小粉的话一定更好。好，那这里大家就简单的续航，我们就快转一下。那接下来通信找魔女啊，片看有没有这个灰流愿意交的，但一般来说是不会有。那接下来就出火灵石，然后贴小粉，然后开原罪宝去调度牌组。那这里原罪宝是中灰了，不过也没关系，反正他墓地东西很多，我们直接从他墓地拿就好。这里火灵石效果跳小绿，然后把小粉跳回来。那因为 G 通过的关系，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少动的状况下去把它宰了。然后小蓝这里直接捡天筒哦。就是如果你有带天筒的话，其实有时候像这种盘面，你就可以降低这个场面处理的复杂度，还有那个步数啦。就我没有天筒的话，我应该还是杀得掉，但就不是那么舒服啦。就是我要多打很多洞，那万一我这个四海龙中个校分，其实都很痛。所以这边有天筒还是蛮好的啦。有天筒能起作用的，大概就是这种盘面哦，大家可以再参考一下这样。啊，这里3战直接把我自己的炎龙抢回来，然后跳天筒，直接进站阶就死了。啊，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把他墓地的这个游走晶贴回来。就游走晶的3效果其实很容易被忽略，就是他在墓地的话，常常另个3以下怪都被战效波，他可以炸一张卡片，就这个要去注意。所以，为了防陨石，我们不贴救济，所以我们直接把他墓地游走晶贴上来这样。因为我们场面打点扣到救济还是过8000的，这也是个小细节啊，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好，那就直击，拿下游戏。
那最后我再讲一下展开的部分哦。首先，你玩这一套的话，第一个是双魂，你如果没有挡狙的东西的话，你可以不要一开始跳，你可以最后再跳，就把没有用到魔线抽掉之类的，嘿，你就不要拿它去吃狙，就那样很蠢。所以，就双魂基本上也骗不太到手坑啦，所以你那个双魂可以考虑最后跳，假设你没有先跳需要的话，然后。双魂是可以去出魔皇后的，这个也可以注意这样。然后有篝火之后，一样单小蓝来展开，我会选择贴炎龙，就是我的小粉捡起来一样会选择贴炎龙。那那个展开我上个影片介绍过，我们就不再多讲。假设是小蓝加篝火展开的话，这边你的小粉跟小蓝都没有中挡的话，我会选择贴小绿，因为篝火之后就可以捡小紫，然后去把补点打完这样子。那具体的展开的话，我们到 solo 演示一次给大家看哦。OK， 好，那假设这边我们是小蓝加篝火啦，就因为篝火那个打法的话，我们会捡小紫，所以就篝火就先找小蓝，一样意思。好，你就把这个小紫看成那个篝火找的就好。好，那我们首先这边下小蓝哦，然后捡小粉，然后效果跳小粉。就为什么要放小紫？就是这个时候，就假设你小粉通过的话，那你多的篝火你就可以找小紫，因为小紫可以直接跳下来。然后这边捡场地，然后场地这边要贴小绿。那为什么要贴小绿呢？因为你这边假设发小蓝效果，解放小绿中灰的话，对，假设我们这边中了灰流好了。我们跳个小粉出来，因为假设我们这边中了灰流嘛，那我们就是这边跳小紫，然后出火灵使，然后火灵使效果去拉它灰流，这样，那这个小粉你们就把它当灰流看就好，那就贴回来。好，那火灵使叫我拉灰流，那我场值就是小粉，那个。MD 比较不好展示这种吃坑的啦，一定要靠实战，但实战又很少刚好刷到那个手牌，然后对手又配合的，这个就大家见谅一下这样。那为什么要贴小绿呢？因为这边一样，我们就可以用小绿，就是用救击去把小绿拉回来，就可以继续做展开了。那这里效果拉谁其实都可以，都一样。那这边我们小绿去解放救击哦，然后出炎龙，那炎龙效果的话，我们就把小绿贴回来，跟贴火灵使其实也 OK 啦，这都可以，然后出 IP。然后炎龙效果拉2只回来，我们就拉小紫加小粉就 OK 了。那这边你就可以把手上剩下的东西就盖下去就可以过了。就你场上会有 IP， 然后对手的小紫的话可以解放后来的小粉再去跳炎龙出来，然后目的也有救击这样。那就你中灰之后，你可以靠篝火打出这样子的补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灰流的话，很长都是可以考虑直接扣在小蓝的解放的，因为就对手就算有篝火可以做补点的话，其实他也没办法把场子打到就是完整，他只能打这种比较变形的场。虽然我觉得这个场还是蛮够赢的啦，但其实灰流的话，我觉得现在往后扣会好一点，因为起手。就是他下小蓝，你灰的话，其实真的太容易被补点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灰流的话，往后扣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啦。那我自己觉得多了篝火之后，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小蓝加篝火这种牌型可能会有不太一样，但那个也是就中特定手坑才有区别，所以就大家还是去把基本的 combo 打好，然后再回去多练习，这样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啦。好。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也可以加入会员，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我是 FC 加 Z，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